大家好，我是邱平，我现在在山西的小山村里面。去年我们在贵州大山看到一些活死人墓，因为那些是中国古代一些非常不好的习俗，也可以说是悲惨的习俗。那么今天我们来到山西这个小山村里面，据说也有活死人墓。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村子的周边，也可以看到都是一些小山坡。这里属于山西长治市，下面就是一个村落。可以看到那些房屋都是有特色的，很多是那种黄泥砖组成。这里也是一个千年古村落，这个村落交通还挺方便的，是在一个县道旁边。我来到了山西大概10来天，感触最深的就是道路非常不错，但是有一点就是道路上面的货车太多了，一辆接着一辆，可能是拉煤的吧。我走了全国这么多地方，山西是我见到货车最多的一个省份。看这些房间，很多也是倒塌了，这明显看得出来是有历史感的。我们在太行山看到很多古建筑，它们都是砖结构的或者石头建筑的。那你来到这里可以看到全是黄泥砖，然后里面是木头的，这就跟这边的特色有关嘛，因为这里属于黄土高原。我们现在已经在村落里面了。刚才在村口碰到一位当地村民，他说这个墓在村子的后山上面，我们就得来寻找一下。来到这个村落，大家发现没有，全是黄泥土建成的房屋。那么其实这个地方呢，也是一个古村落，并且是千年的古村落啊。来到这个村落，感觉就来到一个黄泥土的世界一样。你像这里有一些房屋还倒塌了，可能是他们人迁移走了就倒塌了。因为黄泥土的房屋如果有一段时间没住的话，就很容易倒。关于活死人墓，大家第一次听到应该就是那个影视剧当中的终南山下活死人墓。那一座墓确实存在，在陕西终南山下面，我们已经去看过了。其实活死人墓在中国历史上记载的是少之又少，基本上是靠民间口口相传以及一些民间演绎故事展现了活死人墓。我们去年去贵州大山里面发现了很多活死人墓，那个活死人墓造成的原因是由于战乱的情况，很多人呢逃荒走不动，或者生病了跟不上大部队，那只能留在那里，进而呢造就了一些活死人墓。而这个地方的活死人墓呢又有所区别，按照资料记载，在这个地方上千年前，老人不管男女，到了60岁就被他的子女送进一个墓室，每天送饭过去，送一次饭就垒一块砖，直到那个墓门被封死之后，子女呢也不送饭，那从而呢大家都知道，老人呢就会在墓室里面去世，这个就是当地的活死人墓的一种说法。我记得活死人墓有一部影视剧中演绎过，好像说的就是跟这个场景差不多。走了10几分钟还没找到已经到了村落的后山了。在这个后山腰走了半个小时还没找到，跟我上次在贵州找活死人墓也是一样的，当时在后山上面逛了1个多小时都没找到。往回走，然后去问一下村民吧。那个墓是怎么回事知识墓，知识墓就是以前古代古代是一到了60就这双子里头当时在类似双花。我们现在知道大概的位置了，去看一看。难道是这些吗？这还有砖呢。这是窑洞还是那个古墓倒塌完了，明显是有人工的痕迹。我猜想这里难道是吗？你看好多砖在这里，你看这个一排这样的洞穴，你说是窑洞不像窑洞怎么会这么小？这里全部都是这样的洞穴，还有砖的痕迹，但是这看起来不像我们再找一找，这个看起来不太像。这边有个房屋，不知道是干嘛的，去看看。感觉看起来有点像是这里，找到了。第一眼看到这个就跟我们之前看的很多墓室差不多，应该算是一个砖雕墓。你看下面就是墓室，左右两边呢还有门以及
窗户等样式。这基本上就是典型的那种唐末宋初的墓葬形式。不过眼前这个墓室跟我们平时看的有点区别，它里面不是太大，长度的话大概1.5米，宽度的话1.2米左右。正常来讲，我们说一个墓室的话，它可能会大一点，包括我们在贵州看的活死人墓也是一样的。这里呢，为什么会这么小呢？主要是和这个活死人墓的特点有关。我刚才和当地的村民了解了一下，他们说这个是叫做知死墓嘛，主要的方式就是说，父母到了60岁，由他们的子女把他们送到这个墓室来，每天呢来送饭，每送一次饭呢，就把这个砖块垒砌上去，下面这些砖块估计就是墓门上面的，看起来挺多的，也很有年代感了。直到把墓门封死，墓门封死之后，他子女就不会来送饭，那老人只能在墓室里面相当于是等死。这样的话坚持不了多长时间，快的话3-4天，慢的话1个星期左右，老人就会在里面去世。去世之后，他的子女就重新把墓门打开，把他们父母安葬在其他地方。所以说他这个活死人墓跟我们在其他地方看到的不一样，他并不是埋葬在这里。所以说这个墓室看起来是这么小的原因所在。我们平时看到很多墓室，它长度可能都是2米左右。这种知死墓、活死人墓听起来是不是很瘆人、很悲惨？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以孝治天下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、这种陋习呢？按照一种资料说法，这是由于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生产力比较低下，特别是在这个黄土高原上面，粮食生产不高。你如果一个家族人口比较多的话，靠仅有的粮食很能够使全家生存下来，特别是碰到灾荒时期以及战乱时期，生活就更艰难了。那一个家族相对来讲，在封建社会，男女到了60岁已经算是很高寿了。那当时一个家族如果有小孩、有老人，还有青壮年的话，那么作为长辈，他们就得做出选择，就必须保证小孩和青壮年的生活。青壮年生存下来了，小孩才能养育，这个也算是为了家族传承。于是这种知死墓、活死人墓就诞生了。尽管说这个是一种封建社会的陋习，但是在那个时期啊，也是一种无奈之举。还有一种说法呢，就是说在封建社会，普遍的人的平均寿命可能就是40岁左右。如果说一个家族有人生活到60岁，他们就会觉得这个60岁的老人，他的福气啊是沾了子孙后代的。当然了，这是一种片面的说法，这个是不存在的，可能主要还是由于当时的生产力决定的。大家听完这段离奇的故事，是不是会精神一身冷汗？报不完的恩永远是父母恩，还不了的情永远是父母情。乌鸦尚有反哺之情，儿女怎么会没有感恩的心呢？只不过在封建社会那个时候，很多时候是没有办法的，他们那些父母也是心甘情愿这样做的。这个可能也是古代社会的一种悲壮吧。所以我们大家要珍惜眼前时光，珍惜现在的生活。